一下对方和对方饰演的角色吧。他饰演的是罗一宁，是我的妹妹。他饰演的是三哥，是我的哥。最开始看完剧本了解哥要饰演的角色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呢？就挺开心的，很期待，因为之前没有饰演过这个性格的角色。开机之前我是知道任敏要来演这个，所以很期待跟他一起合作。对，他脸红了呀！真的。我也是，同上。你们觉得对方和角色之间最相像或者最反差的地方是什么？没有反差，就很合适罗一宁。同上。然后三哥就是，我觉得很乐于助人吧，在生活中，包括在片场，有的时候跟工作人员相处之类的，也能从细节中观察到，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然后对工作人员都很好的人。哎，谢谢妹妹。成长，谢谢。那之前有没有看过对方的作品？哎，看过，真看过，《悲伤逆流成河》。感觉如何？好呀。那时候才多大点啊，演角色入木三分，形象生动，然后有那个角色的内敛、可怜，还有完成了故事的完整性。还有什么要总结的？辛苦了。真的很好，真的很好。那任敏老师这边有没有看过张爱玲老师的作品？当然有。真在网上的时候有刷到过，而且还在 B 站上面看到，就是我们俩就是别人给我们剪辑的一些视频，就觉得好甜啊，然后就其实挺期待的跟他合作。那两位觉得这次剧里最虐或者是最甜的一场戏分别是什么？虐，我没有什么虐，我们不太虐，没有虐的，我们都很甜，我们从头甜到尾。那你们觉得对方角色身上有什么点是最吸引自己的？我觉得就是守护吧，因为三哥其实从小的时候可能罗一宁没有发现，但是三哥一直都守护着妹妹，所以就觉得让女生觉得很安心，很有安全感。对于罗振远来说，在早期能够和罗一宁接近，是因为在罗一宁身上给了罗振远一种家人的感觉。那我们拉回到现实生活中的话，你们会爱上彼此的角色吗？哇，好爱！就是遇到什么危险或者有困难的时候，三哥都会像活雷锋一样解决出去。这俩角色如果放到现实生活中的话，很完美的两个人的思维逻辑都很搭，很契合。而且这两个人很互相信任，比如说三哥不是后面就是设局搞一些事情什么的，我也都很信任他。就是罗胜远和长相思的挑选，两次饰演哥哥，观众肯定会拿来做对比嘛。然后您觉得《锦绣哀鸣》中三哥对妹妹如何？还会被打仗吗？我一开始就认定了我要保护好他。那想问一下任敏老师这边，罗一宁和之前《清平乐》里的徽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徽柔和罗一宁两个人的出身背景不一样嘛。徽柔呢是公主，然后得到很多宠爱。罗一宁呢年幼的时候母亲就不在了，以及乔小娘啊搞一些事情，就是家里面比较乱，被送去了别院。对您来说，这次拍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我觉得我是第一次尝试演一个这么勇敢、聪明的角色，之前可能都是偏向于活泼可爱，或者是比较悲情。那其实这个戏里面哭戏也比较少，更多的是一种谋略。那这次剧组的气氛大家觉得怎么样？很好。那大家拍摄中间还有什么娱乐活动吗？我一直在拍，准备第2天要拍。那任敏老师这边有吗？我能想到可能就是空隙的时间，大家在一起聊聊养生心得。我现在因为肚子不是很舒服，然后还贴着那个我母亲给我的那个暖腰贴，然后大家就是你也有啊，就是一些吃的山楂条，然后山楂条有，对，然后艾灸之类的。你就交给我吧。现场大家有没有什么即兴的碰撞？可以举例说1-2个吗？导演带着我们去走戏啊、讨论呐，有一些更多的赋予这个角色、这个剧情里面精彩的一些合理的条件啊，都很有。具体举例哪一场戏的哪一次讨论碰撞？就比方就是他原剧其实两个人甜蜜的比较晚，我们就是跟导演讨论，就觉得可以往前挪一点，有很多的戏，包括刚才我们说的那一场在床榻上他喂我那个小零食的那场戏，就都是现场即兴说那加就加，然后看一下现场道具啊，还有场景啊，有什么可以利用的地方，就这么加进去的。最后吧，再给我们推荐一下《锦绣哀鸣》值得期待的地方。你先来。我觉得这是一部非常用心，大家一起努力创作的作品。然后包括在现场的时候，我们也不断的在，包括跟编剧老师、导演、演员一起在想办法让这个戏变得更好看。特别希望能够在之后的播出的时候，观众可以喜欢我们的戏。锦绣安宁是一部很温情、很轻松、很用心的一部古装剧，它也很落地。我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锦绣安宁。谢谢大家。来老师说他完美整部戏的那个东西是什么？贪吃蛇啊，贪吃蛇啊。
没有，不是在利用工作时间，都是那种间隙打光啊或者什么的时间。对，不是说拍着戏他在玩游戏啊，就是可能休息之余缓解一下心情，上一场戏，比方说很疲惫、很累啊什么的，就是缓解一下心情。化妆的时候啊什么的，就是偶尔玩一下。而且我贪吃蛇也叫罗伊宁，相当敬业。是张晚意。嗨，大家好，我是演员任命，很开心跟大家在这里见面。那如果说大的话，你们会想合作什么题材？演个别的年代吧。可以。大家 Q 的最多的是民国 BE，但我们 BE 大家真的受得了吗？真的会都悲伤逆流成河了，现在下一步是悲伤逆流成海。哦，你的梗太会了！你们在剧中时间的跨度也特别大嘛，第一次拍戏演到了爸爸妈妈，什么感受？那个宝宝很小，让我试着抱了一下，感觉就怕捏碎了。还好我们演的是年轻的爸妈，就我只用真实的反应去逗那个宝宝开心，摸摸他。你还调侃我说我像逗狗，我是啊，可不对啊，就摸自己家宝宝。那你知道你现在是内娱尾骨科赛道的专业户吗？演的有些许的重复，明白了，在批评我呢。是不会。夸赞你。对啊，好嘞。闯这个赛道这么多次，有什么心得吗？刚开始没感觉，现在习惯成自然了，越演越像，越闯越勇。大家还有给你一个称呼，说是贝德博导，说明他就是在这个赛道已经很有地位了。对，那你有没有向他取经？有啊，一直向老师学习，对吧，老师？好嘞，任老师，我看您戏成长的。那这次终于娶到妹妹了，有什么心情？还没播呢，怎么就娶到妹妹？那最后肯定是大家娶到了。那不一定，万一 BE 了呢？都有孩子了呢。那也 BE 了，孩子是谁的？玩别人家的孩子拍的花絮。没事，你可以分享一下，就反正我们到时候肯定是会播到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戏里面罗申远前后的反差与变化。之前很苦很惨，剧情跌宕起伏，纵横交错。其实越往后，我觉得罗申远这个人物会变得更有血有肉。人民点评一下这个哥哥是怎么样的？罗申远这个哥哥就像2岁的老虎，表面上很霸气，但其实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温暖，然后可能也是有一点点害怕受到伤害，所以他就有一层高冷的壳给自己。总结太好了，以后别人再问我罗申远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啊，请听任民老师把这个采对他的访接出来。罗申远他有什么宠妹技巧吗？他大部分的时候，我遇到危险，或者是遇到需要帮忙的事情，或者是我都不知道，他背后就已经默默操作了。你们两位其实就是前面从兄妹演到最后情侣嘛，就是在这个感觉上面有什么不一样的设计和把控呢？我觉得不是设计，演戏是感受，你跟着剧本的规定情境去用心的感受，情感变化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演好这个过程我觉得就行。张晚意对于中年版的罗申远是如何拿捏的呢？那是青年，中年现在是65岁以上还是多少？就拿我自己本人来说吧，我18岁的状态跟我现在30没什么太大的区别，除非你真的是50多了，跟你18，那肯定是心境上啊、经验上、阅历上都会有区别。然后你的粉丝调侃你说是提前10年闯进了书圈，我演的是一个小奶爸，没有到书圈，小奶爸，没有到书圈。好会组词啊！那回一回你这个粉丝就把你送进了书圈，就你送太早了，你晚点再送吧，还没到那个时候。有没有哪些戏是演的很过瘾的？我记得有一场，我就是设了个局，然后拿刀子跟别人说话，然后我觉得还挺爽的。就我自己演的时候，我觉得都有点起鸡皮疙瘩，而且觉得自己好狠啊，就把自己吓到。那你们那个就合作下来，就在拍哪一场戏的时候，让自己很惊喜、很意外的这种吗？我感觉就是因为确实他会说不要去提前设计，那我们有的时候会稍微的自我发挥一些，一般这种情况下的话就会有惊喜。比如说那个滚让那个谁滚。对，因为剧本里面写的是他是一个外来者，比如我们2个人快要亲亲了，然后你不能讲，就是我们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关键字，就是滚。在后面的剧情里面会演到，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滚。我们可以再展开聊聊，可以到时候结合不能太展开了，可以结合到时候剧节奏，这个很重要。这个不是你万一为了某个点先把这个采访放了，那我们是平台，不用藏得这么紧。打扰了，我们是平台，不是外面的媒体。我哥哥是周全的。万一呢？踩了这么多次还不信我呢？没事，你们谁讲？哥哥说我签那保密协议了吧？哥哥不说，我也不说。你的保密协议有点多。我每一部戏都得签保密协议啊。然后大家也很好奇，说罗申远背部肌肉受伤动一下，那个是怎么做到的？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背部动，
说不定有可能是因为冷，40多度有点冷。然后粉丝给你们准备了一个早年间的那个照片，然后让你们可以还原一下，就一起再拍一下这个。对，这是哥哥，你小的时候是自来卷儿。我现在也是自来卷啊，这都是每天做造型给它捋直了。不出意外，这裤子应该是我姐的。那人民，你记得自己这个是什么时候的？悲伤逆流成河的时候。悲伤逆流成河怎么是长头发？就为了悲伤逆流成河剪了嘛？才不是。来，你们可以还原一下。接下来我来聊聊这个视频当中的一些关键词。首先是伪骨科，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说两个人以兄妹相称，但是他们并没有这个血缘关系。在这个电视剧当中呢，男主角叫这个女主角为妹妹，女主角叫男主角哥哥。他们虽然自称为兄妹，但是他们两个并没有血缘关系，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用伪骨科这个词呢来形容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词呢叫背德驳倒，这个词呢，首先背德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道德败坏，驳倒呢指的是博士生导师，然后两个词合在一块儿呢，组成了一个新词，然后这个新词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所以我们要根据特定的语境当中来理解这个词的意思。首先在这个电视剧当中，男主角经常不按常理出牌，尤其是在这个情感选择上呢，他不按常理出牌，然后他做出的结果呢，往往是违背这个常规的道德。虽然他这样做违背了常规的道德，但是他的选择呢，依然是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欢。所以在观众在观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呢，用了这个词呢来形容这个男主角。所以这个词往往是用来描述男主角在情感上和道德边界上的复杂性和吸引力。英文里面我们可以用 morally ambiguous leading man，或者是 boundary pushing protagonist，这些英文呢都可以用来表示这个词的意思。